Hello， 大家好，我是燕老师。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今天要来聊英语阅读里面呢，你必须要知道的几个术语。OK，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英语广泛阅读的推动大使，觉得非常有效，然后相对又非常顺利，因为妈妈只要跟小孩说快点去念书，对不对就好了。那可是到底要怎么开始？然后在这条路上，有些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东西，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要分享一个前测跟后测的一个概念。很多家长会担心没有办法带孩子做英语阅读，是因为搞不清楚孩子现在英语程度在哪里，然后不知道选什么书。但是如果孩子们呢，可以做前测，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做前测的方式。那有一个测试是 STAR Test。OK， 那这个 STAR Test 就是你做了以后，它会帮你评估小孩的程度在哪里，那你就可以依照那个程度呢，去帮孩子选书。那个测验做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个叫做 Lexile 值 ，Lexile。中文常常大家会说是蓝丝值，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蓝丝，但是英文是 Lexile， 然后中文是蓝丝，所以你在网络上搜寻书籍的时候，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蓝丝值是多少？可能是100、200、300、400等等。所以做了前测，评估孩子的英语程度，我们就可以知道应该要找多少 Lexile 值的书籍给孩子看。那 Lexile 值只是其中一种的评估方式，另外还有 AR 值，还有很多种。那我个人比较常会去用到的是这个蓝丝值。再来呢，有一个资源叫 AR Test。那这个 AR Test 或另外有一种叫 LeapPro， 这两个测试其实是差不多的，它大概就是你进去那个平台，它其实是付费的。那它进到平台之后呢，你把你看过的书输入，它会出现一些阅读测验。那孩子们就可以评估说，他看完这本书，他的理解力到哪里。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完一本书之后而做这个测试，就是 post test 后测。所以前测了解孩子的程度，找到适合的书籍，找到之后他读完，你也不用怕他到底有没有懂不懂，搞不清楚状况，你就可以用 AR Test 或者是这个 LeapPro Test 里面的后测来了解孩子们到底有没有理解。那它上面也可以帮你记录你读的字数有多少，然后甚至还可以每天浇花，就是你读了多少，然后他就每天帮你浇一点花。那孩子们可能读了10万个字或20万个字，然后他的小花就会慢慢长出来，就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很鼓舞，可以鼓舞他们读书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还不错。那因为这两个测试呢都是付费的，所以我待会会把资料留在留言处，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到这两个不同的老师。那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Lexile 值呢，它就可以帮孩子们评估。所以像米娅读的《哈利波特》，假设是700-800，那假设他现在 Lexile 值是大概在900左右，那我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它的 Lexile 值是在800，那他读起来就不会太困难，所以是他可以驾驭的。通常我们在选书的时候，我们会遵循 I+1， 就是你比你自己的程度可能上加50，上下50，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啦。就是假设他如果是900，选个950到850到950之间，我觉得都还可以。但这个值其实是参考用。因为以前米娅小时候 Lexile 值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我给他看一些600-700的书，他好像也看得懂，做后测也可以做对，所以这个就大概是一个参考值，它有没有100%准确，我觉得倒也不尽然。那家长选书的时候就可以加减，可以做一个参考。好，所以你知道做了前测，你知道孩子的程度，你知道怎么选书了，那基本上方向应该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有些
家长可能会跟我反映说，自己找书很麻烦啊，什么什么的。那我这里推荐2个线上的资源，第一个是 Red Kids， 它就是有分 AA 到 Z 的 level。那我其实很建议初学者可以先从这个开始，尤其是从幼儿园或者是小一才刚开始接触英文学习的时候。其实特别适合 Red Kids， 因为它的每一个 level 都已经分好了，然后你就直接从自己大概看得懂的那个 level 里面去选书，它其实相对比较使用者友善啦，我觉得。再加上它里面有一些你读了书可以获得一些星星，然后这些星星就可以去买一些装备等等，对于幼龄的孩子，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蛮吸引的。第二个是 MyOn， 那 MyOn 也是一个线上平台，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就是 Red Kids 之后读腻了，因为他的书开始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了，然后这时候就是噔噔 MyOn 出现，那时候你就会觉得MyOn 里面的书好看很多，然后音频的速度比较合理，再加上还有什么？图画整个都比 Red Kids 好看很多，但是不要把他们的胃口一下养太大，所以我个人还蛮建议，就是一开始入门就先用使用者友善的 Red Kids， 它的分层就是大概从 beginners 很初学者到可能700-800以上的孩子其实都还可以看，因为到 Z level 嘛 ，OK， 然后这个大概看个一阵子，我觉得至少半年1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啦，然后之后你可以再接到 MyOn。去看它里面有新闻，然后有故事书，有非小说，你都可以选。但它就是你要自己去搜寻，就是我的程度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会跑出一些书籍来，就是你自己要用搜寻的功能。所以如果对于找书没有非常有把握，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家长，我很建议从 Red Kids 开始，然后后续慢慢增加 MyOn。那如果有在阅读纸本书的孩子们其实就很适合也订阅 AirTest 或者 Leap Pro， 可以有一些后测可以给他们做。那线上平台的好处就是它每一本书，大部分啦，每本书它都有音频，然后也有后测在里面可以做了。就要看孩子们的性格喜欢什么 ，OK？ 那当然就是电子书，如果是在小孩年纪小的时候，可能会有怕就是接触太多的3C 的这个疑虑，那爸爸妈妈们就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时间。以我们家小孩来说，他是不看电子书的。他只喜欢看纸本书，现在资源很丰富，也没有一定必须要看什么而已。所以如果当他今天不太看电子书，那妈妈就在努力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我觉得适合他看的纸本书吧。OK，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进入自主阅读里面你需要了解的几个东西，就是有包括了前册、后册、蓝丝质，怎么选书，还有刚刚最后分享到的电子平台等等 ，OK， 这些都是属于入门款，你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那我在影片中就先讲一个大概的方向，如果爸爸妈妈们、家长们、老师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再多搜寻一点细节 ，OK？ 那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留言问我，我会陆陆续续在想一些方向提供给家长，希望我们可以跟老师们还有家长们一起，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可以做自主的英语阅读，来慢慢培养他们的英语力，加油！下次见，拜拜。那最后的小彩蛋呢，我要分享一下，我知道很多家长会很关心跟好奇，就是 Mia 怎么考过 PET 的，以一个公小的孩子来说。那我也不藏私的告诉大家，其实它就是平常的积累。我知道这个答案你们一定超不想听的，大家就想要听有什么秘籍，对不对？但老实说，我们真的没有秘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平常有在做英语阅读的孩子，他其实在准备英检上面，其实也不需要太吃力。那我还是建议，就是在考前可以做个1-2本的模拟试题啦。OK， 我大概有丢了2本给他，他阅读做比较多，那阅读有1个 section 一开始错超多，那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讲。
听力还好，有做了1-2套，问题不大，所以就没有做那么多练习。然后这次的写作大概写了2-3篇，之后妈妈请他练习，他就都不认真练习了呢。然后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就是他如果不练习，那他就被我野放了，就是我也不想每天亲子关系太紧张，就随他去吧，反正过也就这样，没过也就这样。那 speaking 就是让他看了一下整个流程，我们好像也没有顺，但因为他平常都有在上线上课，所以这个 speaking test 对他来说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大概就是平常自主阅读习惯的孩子，会特别需要在考前知道一下考试的一些陷阱在哪里，然后写作，写作应该会是大魔王，因为平常没有背单字，没有写文法本，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会是最弱的部分。所以如果平常在做自主英语阅读的孩子们，可能要给他们一些写作的练习，然后或上的一些课，或者自己写一写，请 GPT 帮忙修改一下。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应该是最必要的。那其他的能力必须说就是平常积累。那当然网络上也有一些那种，网络上市面上也有一些什么冲刺班等等，那就是看家长各取所需啦。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属于这种平常积累派，不是很喜欢考前冲刺的人。OK， 那也没有不好，就是各取所需。OK， 好，所以这就是最后的一个小彩蛋，就是我们到底怎么通过 PET 的公小没有补习，只有自主阅读，只有线上英语课，然后小学毕业 PET B1， 差一份 B2， 但就是 B1 OK， 所以如果要 B2， 我觉得如果平常再多做一些写作的积累，应该要 B2 其实也没有很难，但我们家就是走轻松慢慢来的 OK， 那就看家长们老师们自己怎么调配这个循序渐进或者是冲刺的速度咯 OK， 好，下次见，拜拜。